大家好，2021年王炸姐弟的作品一到开花结果了，一个风起洛阳，如火如荼地卷起了形同洛阳纸贵般的网络狂潮。一个谁是凶手，三位迷雾凶嫌配合一大波相当走心的海报的宣传，已经整装待发了。古今大战顶流担当的各种的悬疑风，已经把整个的网络空间搅得个大浪朝天了。有意思的是，这种热潮或者说热潮，即便催化出了正反两面的不断的碰撞和互怼，然而呢，现代社会至少有一种恼人的看片看剧的通病，居然被一种神奇的悬疑才会有的力量给彻底治愈了。赵丽颖的谁是凶手的迷雾当中，同样的浮现出了一个悬疑同时掺杂着揪心的隐忧出来了。这种悬疑与揪心所牵扯出来的好奇感，注定会刺激到所有的粉丝群体们，会追凶到底，欲罢不能的。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首先恭喜风起洛阳上线第3日就已经连夺了2连冠了，一个是猫眼全网热度榜连续2日的冠军了，另外一个则是在网剧播放指数上那个已经连续7天霸占着冠军宝座的女心理师，瞬间被拉下了神坛了。同样的，风起洛阳傲娇的连续2日拿下了魁首之位了。有一种霸气就叫做王者来临。不过呢，话说回头，王炸姐姐5号的凶手现身，真的会有一种神仙打架的让人十分纠结的阵势了。我已经开心的跟大家分享过了，风起洛阳开播的时候故意延迟，结果让网络上的好一顿无良的差评纷纷的都落入到了心井当中去了。吃瓜的群众们畅快的围观了一场浓浓敌意的折戟沉沙了。大家伙儿仔细一看，果然都是那些喜欢顶风作案的无良的黑粉们。因为发行方有心而为的这次的技术问题，风起洛阳延迟了近1个小时才推迟上线，结果影评平台上立马就涌现出了无数的1星的差评。恶浪汹涌，蜂拥而至，黑粉们的目的性十分的强烈，都是冲着王一博而来的。也就是说，只要是他的剧，先差评了再说。有趣的是，除了给王一博的剧都打满了1星之外，同样的，这波黑粉们却给了另外一部剧加上了同样干货欠奉的满5分的好评了。由此可见，饭圈的这股黑势力依旧在兴风作浪，依旧在肆无忌惮。娱乐圈横扫任何角落的清朗风暴之下，依旧如此的顶包作案，真的是此地无银300两，隔壁仇家不用想。没想到一个时间差居然可以一网打尽了这一次。跟着呢，这个全国首家的影评平台就被国家网信办直接的处罚了，约谈多达20多次的打假讯息，得到了吃瓜群众们的一致的好评和拍案叫好声。话说谣言大本营被整顿之后，稍稍的收敛之后，似乎黑粉的势力依旧在纠结当中，而这个影评平台这回打包假料，纵容水军冲击作品，被逮了个现金之后，这现象恐怕还是那一种有雷声没雨点的大动静。
清流艺人们的日子看来依旧少不了这种捉贼的名场面出现，吃瓜群众们的瓜也少不了层出不穷的换样出新的。所以5号的谁是凶手同样是值得拭目以待的。言归正传，风起洛阳烧到8集之后，3大看点已经浮出了水面了。真爱的粉丝们带着瓜进场的话，更加容易增添一种看戏的趣味度和知识点出来了。第一就是悬疑了，而且还是悬疑的有些烧脑的那一种。悬疑剧情入木3分的话，就不容易让观众们出戏，只会让观众们产生出了一种欲罢不能的恍惚感出来了。跟着呢，顺带治好了各种的手欠快进的毛病呢。说实在的，新闻也是深受其害的。视频的所有的完整播放率就是频道生存的生命线了。快进的毛病只会让频道的推荐度大打折扣的。问题是，我也不可能把每一天的传播正能量的视频都打造成为一个个悬疑的剧本的，这的确让我每天都挺挠头的。话说，这出《风起洛阳》对不少人而言，真的不是茶余饭后的那种煲粥剧、家庭剧，因为这部剧的悬疑程度已经到了一种稍稍不注意便有可能会错过了一个十分需要的细节了，从而呢，让后续的部分进入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看不懂的剧情拐点当中去了。稍不留意就会错过了重点的这个要命之处，刚刚好戳到了一个现代人追剧都会有的一个共同的通病上了，那就是看到不喜欢、不在意、不上头的剧情或者说人物的时候，便会拿起手中的遥控器玩起了倍速或者快进了起来。偏偏这出《风起洛阳》让这些快进党们不但不能倍速或者快进，甚至还想一秒不落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追剧追下去。因为重点在哪儿呢？压根儿就没有线索。悬疑在哪儿呢？处处都是个问号了。因此悬疑感完美的斩首这些快进党员们，只有老老实实的看下去，这些党员们才能捋顺整个故事的前后衔接、前因后果，才能够找得到其中的细节详情，真真切切的体会到追悬疑剧的那一种爽点，以及那么多条的明里来暗里去的烧脑的线索。更何况现在只是区区8集的部分剧情而已。这些快进党员们终于尝到了快进党的苦果了。若不仔细的去追剧的话，每一天都积累下来的一大堆的问号，试问要怎么样可能看得清楚和明明白白未来的走向的呢？所以说，风起洛阳悬疑满满的剧情真的是治好了广大快进党员们的快进的毛病了。这一点风起洛阳算是杠杠的了。既然玩的就是悬疑感、悬疑剧，干脆就通过无数的悬疑梗，紧紧的揪着快进党员们的心，紧紧的抓住快进党员们的眼球，重要的节点将它碎片化。风起洛阳算是玩转了，真的把所有的悬疑都做到了极致了。第二就是爱情线索了，而且还是爱得很香杀的那一种。除了刚刚所提到的悬疑感，如何让观众们专心致志的去追剧呢？编剧们有一点都玩得很转很溜的了，那就是一个千载不变的亘古的素材了，也就是爱情这个艺术创作永远都离不开的钻石般的素材了。爱情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天天都会发生的，甚至秒秒都在发生的永恒的话题。风起洛阳不仅仅将悬疑做到了极致，还将两对 CP 的故事走向也发展的相当的甜而不腻，爽脆可口。一对就是男女主高秉烛和武思月。说起这两个人，可塑性超强。刚开始的时候，高秉烛就属于那个亦正亦邪的贼属性，而武思月则是属于公正无私、刚正不阿的官属性。这两个人貌似很对立，是不是呢？这不正好等于一个抓一个逃的猫鼠的游戏吗？对不对呢？结果呢，随着剧情的发展，在高秉烛看到武思月不顾个人的安危冲进火场救人的画面之后，居然他放弃了他离真相最近的一次的机会，转过头来跑回来，把已经在火场中奄奄一息的武思月给救了出来。将心比心，一直都是一副非要把高秉烛绳之以法的武思月，为了保证高秉烛不被擒，居然拿出了圣人所御赐的芙蓉牡丹令出来了，来替高秉烛保驾护航。说到这，是不是一种相爱相杀、惺惺相惜的甜蜜的味道开始融化了呢？开始带感了呢？另外一对就是百里弘毅和柳然了。如果说高秉烛和武思月是两只老狐狸的强强的碰撞，激烈的火花，那么百里弘毅和柳然便是两个呆萌小白兔之间所孵化出来的呆萌的火花了。这两个人的人设呆萌感十分的爆棚，简直能把人笑死。为了查案，百里弘毅需要去一趟妓院，于是乎呢，柳然一脸懵懂无知的样子说，不是说要去妓馆吗？一起呀。于是乎手下的人立马就傻眼了，立马就俯身提醒说，您不太适合出入的。结果呢，呆萌的这个柳然一脸懵逼的反问说，为何不可？于是乎手下人又是一脸的无奈，无言以对了，只好用求助般的眼神看向说话管用的那个百里弘毅。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同样呆萌的这个百里弘毅竟然也一脸的不可思议的反问回去了，为何不能呢？看到这，笑点都给他们两个实实在在的包圆了。这两个不经世事的呆萌的小傻瓜人设，根本就是让屏幕前的你和我强行化身成为了所谓的行走的百科全书了。这种的尴尬感、尴尬劲儿，很容易就带入戏了，也能够感同身受一把手下人的那一脸的无奈感了。结果呢，毫无意外的，到了妓院的门口，这个柳然小姐姐当之无愧的被拒之门外了，而百里弘毅刚刚进去，便被一众花枝招展的姑娘们接连的吃了个豆腐。呆萌木讷的表情换上了灰头土脸的出来了。所以说，风起洛阳的这两对 CP 的无情的碰撞，是紧张剧情当中的一张一弛了，属于甜而不腻型的软萌蛋糕了，让吃瓜的群众们的瓜也瞬间变得软糯可口起来了。这瓜看起来也格外的舒服了。第三，就是正装的演技了。惊喜与否虽然是见仁见智，但到位还是有的。一部剧的成功之处，除了剧情、悬疑、爱情、呆萌这些一张一弛必不可少的要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演技了。
剧中的一众实力派的演员们，新闻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因为玉成玉香的演技就明晃晃的摆在那儿呢，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黄轩还是张力、高曙光、张西林这些的老戏骨们，都在一开场就纷纷的带给观众们一波又一波的视觉上的冲击和深刻的印象了。而作为高流量化身的两个新生代的演员，更加吸引了观众们的注意力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不少人都会带着一种相当特别的望女成凤或者说望子成龙的心态去注意到他们，去关心到他们的，所以注意力就显得特别的集中了。其中一个就是宋茜了。众所周知，宋茜的演技一直都没有飞跃性的突破，宋茜逃不出傻白甜的原始的人设，因此这些的套路久而久之勉勉强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凑合着都能看了。如果说演技它真的没有什么层次感和说服力的，但这一次他在风起洛阳当中的表现明显就开始了用力了。因为这次宋茜居然颠覆性的饰演了一位身手不凡的头脑灵活的内卫高手，特别是一出场的打戏，这个宋茜就演得力道尽显，张弛有度了，颇有一番侠女的风范，既飒又美，带感十足，将女主武四叶身上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内核的霸气与恪尽职守、一心守护神都的立体的形象，完全的展现在了观众的面前，令人眼目一新。虽然他的台词功底依旧是欠缺火候，但至少他的用心和用力已经让他有了很大的进步了，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主页中的主角，那个百里弘毅的扮演者王一博了。很多的观众都很想说，王一博演的这个百里弘毅有些太木了。这一点我专题的提到过了。百里弘毅的人物设定本身就是一个拥有木石之心的、完全不懂得变通，甚至相当刻板的人物的设定。不然的话，当他面对柳湘的质问，也就是为何又来娶柳然的这个质问，他也不会一丝不苟的送上了一句呆萌无比的回答了，也就是说是为了让父亲高兴的大白话了。而且在他查案的时候，当着死者家属的面，他说要开棺验尸的时候，死者的家属回怼说，你怎么不开自己父亲的棺的时候，他也不会不经大脑毫不隐瞒的，甚至有点理直气壮的回怼说验过啦。由此可见，百里弘毅本就是一个木讷人设，如果稍稍演得投入一些，用力一些，情绪起伏再大一些的话，估计这种的人设也就跟着崩了，更加的让人纠结不已，矛盾结合了。总之，正是这个王一博的木才成就了百里弘毅的这个人了。随着剧情的不断的更新和发展，当百里弘毅一点一点的经历了各种的磨砺之后，真正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或许就能够看到王一博的表现张力了，也会随着人物心理的不断的改变而不断的火花四射，漫溢开来的。百里弘毅无需百日就能够让观众们看到他的出发和终点了，就能够看到他眼神杀的进阶和段位了。您如果非常期待百里弘毅的每日的变化和成长的话，不妨在评论区当中大力的打入4个字的短评，也就是期待进步这4个充满力量的祝福的字眼，因为您的祝福的背后注定都是他的成长的足迹。12月2号，电视剧《谁是凶手》官宣定档了。12月5号起开始在爱奇艺迷雾剧场正式的首播了。虽然今年的迷雾剧场开局不利，连续开播的几部悬疑剧
质量均为一般。因为其往年屡有惊艳之作，所以不费热情的观众们依旧热切的希望迷雾剧场能够拿出高品质的作品出来。一言蔽之，谁是凶手的地点发生在南方的一座小城市，谁是凶手的事件就是要找出16年前的犯案真凶了。说白了，无数的悬疑犯剧都是这么样的一个故事的起初和设定，因此单从目前的剧情概况当中无法看得出来谁是凶手的与众不同出来。基于这部预告片的内容，该剧涉及了一些犯罪心理学的干货的内容。有意思的是，从以往国产悬疑剧的经验上来看，犯罪心理学的内容不容易出彩，特别容易陷入到了噱头的状态当中去了。核心的关键其实就是编剧的那支笔头笔杆了。国外的大牌编剧们这方面的功底和成就就显得明显的不同了。演员方面则阵容强大，这个我也说了几次了。肖央、董子健这两位男主角都属于不错的口碑型的演技派。很多电视连续剧让人没法看下去，主要的原因都在于演员没有选好，非要搞什么男流量明星去带货去带流量，结果呢，好好的剧本让没有演技的男明星们演出了个呆板和无趣出来了，剩下的就是相关的粉丝群体们的彻夜狂欢了。而真正的观众群体们见到了这类型的剧作，大都会望而却步，不想入坑的。这一次电视连续剧《谁是凶手》终于在男主角的方面启用了演技傍身的实力派男演员了，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之一了。这也意味着，如果剧作的质量过关的话，大量的真实而普通的观众都会涌入跟随一起进入到了追剧的模式当中去了。这是一群远比流量粉丝群体来的强大来的扎实的真正的电视剧消费人群了。其中女主角就不用多说了，刘琳和高露这两位女配角也是令人放心的。这两位的女演员在该剧当中属于女二和女三的存在戏份了，她们在以往的电视剧作品当中都各自证明了自己的演技了。其实最近几年真正的爆款电视连续剧没有一部是启用了流量明星的，包括高露所主演的《我是余欢水》，剧作在开播之前一丁点的爆款项都没有，因为没有那些眼神不在线字母是台词的流量明星们的加持。结果呢，作品一经播出，余欢水这个角色立马就让大量的观众们感同身受了一把，一下子就火爆了起来。因此在演员选角这方面，谁是凶手还是有更高的追求的。当然了，谁是凶手的演员的布局，资方的考虑还是有不同的考量的。尤其是女主赵丽颖的流量的加入，这是要给电视剧提前引流的明显的表现了。对于这个赵丽颖自己而言，她就是要在同年龄段的女演员当中追求脱颖而出，突破自己，突破樊篱的。因此转型路上的她也必须通过拍摄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作品来证实自己的实力和潜力所在。30而立现代的古装的偶像剧显然已经都立不住了，这点赵丽颖比谁都明白。未来的正剧作品需要更加的厚实，需要更多的底蕴，现实的题材是必经之路了。因此谁是凶手的出品方的全盘的考量，以及演员赵丽颖的突然的加盟，是相互的需求，彼此的需要。赵丽颖需要把这部悬疑剧当做了一个容易上手的突破口，进而呢迅速的变现成为铺垫成为自己演技之路的最快的捷径了。同为八五花的那个杨幂，现在依旧沉迷于
偶像剧和流量剧这类的作品当中。因着明星光环的消耗和加持，根本就看不出他真正的演技的水平出来，因此杨幂已经开始找不到北了。现在好在他的商业的头脑运转的不错，这口偶像的饭他还能吃上1-2年的。然并卵的是，只有真正进入到现实题材当中、正剧题材当中，才能够形成真正有效的转型的变现，才能够让观众们看到明星们所演的到底是流量还是偶像，到底是剧中人还是眼神杀。而真正成为剧中人或者说眼神杀的话，才是演员演技得到广泛认可的最快速的方式了，没有之一。流量粉丝们毕竟都是有年龄界限的，要赢得普罗大众的普遍观众们的认可，必须凭借演技说话，眼神杀说话，这才是真正的貌似沉默的，但是主导一切，而且没有年龄差的坚强的观剧群体了。至于说《十亿凶手》的导演孙浩，我也介绍了多次了。孙浩的作品都很能扛，尤其像老伴儿、穿越激情这些10几年前的电视剧作品，观众们的口碑到现在依旧是很不错。很显然，这位上了岁数的老导演是能够完美的驾驭现实题材的，所以谁是凶手在导演的层面上大家都可以彻底的放心的。说到这儿，必须给大家一盆冷水去暖暖脚了，因为大家伙的热情可见，只是未来总是未知的，这就包括谁是凶手的编剧了。这部电视连续剧的编剧叫做孙悠悠，孙悠悠老师的作品有《恋爱教父之3个坏家伙》和《妖出长安》，前者的影评评分是 3.3 分，后者的影评评分是 4.8 分。说到这，您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吧？我刚才也正提到了，如果您没有手眼快进，而且完美留意到的话，您就会明白，悬疑剧最大的考验，那就是编剧的创作能力了，而不是演员们的表现力，或者说导演们的掌控力了。孙悠悠老师以往的2部作品，偏偏都没有带出高质量的观感出来，这我就不必多说了吧。如果您心里面咯噔一下，那就对了，不要太期望了，先用新闻预备好的凉水暖暖脚先吧。或者说你就干脆的在评论区当中大力的打入2个字的简单的短评，也就是祝福这2个有力的字眼。毕竟赵丽颖救场也是救出习惯的了，只有您的祝福依旧在，她的坎儿就能够妥妥的跨过去的。敬请留意，也敬请放心。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于匪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的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既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汇集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到人间，可以点亮了全部的黑夜，给带来了所有的希望，更为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了。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输出体，您同样也是，您的爱和祝福更是汇集成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